我是个开锁匠，我喜欢悄悄把住户的门锁提前弄坏，然后把开锁换锁的小卡片贴在墙上。等住户打不开门时，我就会接到住户的开锁求助电话。我用这个法子给自己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客户。直到今天夜里，我接到了一个死人的电话。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凌晨2点，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是开锁师傅吗？我家的房门打不开了，能帮我开一下锁吗？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焦急的声音。我让对方不要着急，然后询问了女人的住址和门锁的类型。女人告诉我，她住在菊园小区4号楼1404号房，她用的是普通的机械钥匙锁。现在的情况是，钥匙能插进锁孔，可就是转不动。我告诉女人，应该是锁芯坏了，可能需要更换锁芯。女人向我询问了价格，我的报价让她很满意。我告诉她，我10分钟内就能赶到。挂断电话后，我迅速起床，穿好了工作服。那是我为了搞好个人形象，特地量身定做的工作服。工作服的前胸和后背都印着4个大字：老王开锁。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我提上工具包就出了门。我叫王波，是个开锁匠。这已经是我今天第47单生意了。菊园小区4号楼1404号房的门锁是我今天中午做的手脚。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将一根牙签从锁孔里插进去，然后将牙签掰断，只把牙签尖部的很小一节留在锁孔里。这样一来，钥匙就无法完全插到锁孔的底部。可就是这一点点的差距，钥匙就无法转动了。遇到这种情况，业主要么不敢使劲拧钥匙，要么因用力过猛，钥匙直接断在锁孔里。总而言之，门反正是打不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轮到我这个开锁匠出场了。我不仅给人开锁，我还会忽悠客户更换锁芯，上门费、开锁费、换锁费。如果这一整条收费链不能整齐活，那就不是个合格的开锁匠。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因为现在生意不好做，特别是像开锁匠这一行，客户的来源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在小区的电梯里、楼道里等显眼的地方贴一些开锁换锁的小广告。通常需要开锁求助的客户，要么是出门忘了带钥匙，要么就是钥匙不小心弄丢了。可这毕竟都是小概率事件，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电梯里、楼道里的开锁小广告实在太多了。本来客户就少得可怜，轮到自己接单的概率就更小了。为了能让生意好做一些，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创造客户。在住户的门锁上做手脚，是目前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如果是普通的机械锁，一根牙签就够了；如果是电子锁，用锡纸配合磁铁也能搞定。具体方法我就不展开细说了。当然，选择目标也是要讲技巧的。我通常都是隔层选目标，一层只选一个目标，因为不能让客户们隔得太近，否则容易令他们起疑。另外，我还会将目标楼层其他的开锁小广告都去除掉，只留自己一个，这样才能让客户精准找到我。自从用了这个法子，我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户。像今天这样半夜接单也是常有的事，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习惯早出晚归的客户，而我也时刻为我的客户们保持手机畅通。菊园小区4号楼就在附近，我只用了5分钟就来到了楼下。我进入电梯，直接按下了14楼。当我来到楼上时，我看到1404号房的门前蹲着一个女人。见有人来，女人赶紧起身向我询问：是开锁师傅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女人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我点头回复：是的，刚刚是您给我打的电话吧？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这门打不开了，钥匙怎么都拧不动，刚刚我用力过猛，钥匙已经断里面了。女人说完，指了指门上的锁孔。
锁孔里果然卡着半截钥匙。您这个应该是锁芯老化所致，需要更换锁芯。说着，我向女人出示了我的营业执照和公安备案证明，然后按照规定向女人核实了一些情况，比如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跟房屋的所属关系等。我看了女人的身份证，女人名叫郑兰，可以确定是这间房子的户主。严格来说，现场还需要有第三方证明人的存在，比如物业或者邻居，但由于时间太晚不方便，现实中有些规矩一般能省就省了。在做完开锁登记之后，我从包里拿出工具，正式开始了我的工作。我刚开始忙活，女人突然问了我一句：师傅，大概需要多久能把门打开？我一边工作一边回复她：差不多10来分钟吧。能快点吗？我看了一眼女人，发现她的眼神似乎有些飘忽不定。女人好像在有意无意地朝我身后的某个方向看着什么，我随即也扭头朝那个方向瞥了一眼，可我只看到了一条昏暗而又空荡荡的楼道。我皱着眉头对女人说：您这锁很不好开咧，我尽量快些吧。其实像这样的锁，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打开，但我需要尽量把时间拖得久一点，要不然客户会觉得我这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些，他们在掏钱的时候会很不乐意的。我记得之前我就吃过一次亏，我曾经给人开过一个10字锁，我用一根毛线和一根铁丝，3两下就给人把门打开了。业主见了当即就傻眼了，付钱的时候居然跟我讨价还价。我跟人说这是技术活，不是按时间长短来给价的，可人家哪里管这些，最后扔下10块钱把我给轰走了。自那之后我也长记性了，不管是多么容易开的锁，不管客户有多着急，我好歹也要拖够10分钟才给人打开。我算是整明白了，开锁不仅需要技术，还需要演技，客户就乐意看你卖力干活的样子。10分钟后，我终于把门给打开了，接着我还给客户换了一个锁芯。至于那个旧的锁芯，其实压根儿就没坏，等我回收回去，下次又可以换给别的客户。这就叫一本万利。我总共收了客户100元钱。说句实话，这可是业内良心价。要换作是别的开锁匠，夜里上门开锁可是要另算加班费的。可能是见我忙活了半天也够辛苦的，女人二话没说，直接将一张100元钞票递给了我。我刚接过钱，女人便走进屋里把门带上了。可就在门刚要关上的时候，门却突然停住了。女人站在屋里，透过门缝压低了声音问了我一个问题：师傅，您之前上楼出电梯的时候有看到什么东西吗？女人说着用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楼道。我听后一愣，立刻回头再次看向了那条昏暗的楼道。女人继续说：我指的是电梯门正对面的楼梯口里。我随即望去，在楼道靠中间位置的左侧确实有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而楼梯口正好在电梯门的对面。在我此刻所站的位置，我只能勉强看到进入楼梯口的门洞，门洞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我不明白女人的话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随即说道：之前我急着给您开锁，出了电梯就直接左拐与您碰面了，没怎么留意楼梯口里有什么。您有没有看到一个白森森的人影，就站在楼梯口里？我听后瞬间感觉全身一阵发毛，立刻摇头。白色人影，楼梯口里。女人连连点头。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裙、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的脸完全被头发遮住了，就这么面朝电梯门站着，动都不动一下。见我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她继续说：师傅，您能走过去帮我看一眼吗？看看那个人影还在吗？要不然我今天都不敢睡了。女人的话让我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虽说我之前出电梯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对面的楼梯口，但我敢肯定，我绝对没有看到那里有人。眼下这个情况，
我也不得不走过去确认一下，因为我马上离开就要路过那里。我故意用力咳嗽了一声，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应声而亮。我壮着胆子慢慢地走了过去。女人继续躲在屋里，透过门缝看着楼道里的情形。中途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门缝里的女人，由于门缝很窄，透过门缝我只能看见女人的半张脸，她耳旁垂下来的长发又遮住了她的半只眼睛。老实说，这个画面让我有种莫名的恐惧。当我刚要来到楼梯口的时候，门洞里的声控灯由于时间到刚好自动熄灭了。我不由得浑身一颤，赶紧用力跺了一下地面。声控灯再次亮起，我终于看清了门洞里的情形。门洞里就是一条通往楼上楼下的消防楼梯，根本什么人都没有。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咔嚓的响动。我回头一看，女人已经将房门关上了。我长吁了一口气，看来只不过是虚惊一场。我定了定神，准备收拾家伙，赶紧走人。可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更换了锁芯后的新钥匙还没来得及交给1404号房的客户，真是被刚才的事给整迷糊了。我赶紧敲响了那女人的房门，可一连敲了好几下都没有任何的回应。我有些纳闷儿，那女人才刚关上门，她不可能没听到敲门声的。回想起之前女人的异常反应，她或许真的是被吓着了。我甚至可以想象，屋里的女人此刻可能就站在门前，透过猫眼看着我。我只好一边敲门一边解释只是想把新钥匙交给她。可屋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见敲门无果，我只好又掏出手机给女人打电话。我从通话记录里找到了女人的电话号码，电话刚拨通，我就听到了对方的手机铃声。可让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手机铃声并非来自屋里，而是来自我的身后。我立刻回头，发现手机铃声正是从楼梯口的那个门洞里传来的。这怎么可能？那女人明明已经进屋里去了，可手机铃声为何会在楼梯那里响起？铃声持续传来，清脆响亮，显得格外刺耳，在这寂静的楼道里犹如鬼魅一般回荡不绝。楼梯口门洞里的声控灯也随之再次亮起。我再次来到了楼梯口，朝着门洞里看去。这一看之下，我整个人都吓得瘫坐到了地上。只见刚刚还空荡荡的楼梯台阶上，居然横躺着一具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尸。最重要的是，眼前的女尸竟然还没有头，她的头好像是被人用利器割掉之后拿走了一样。鲜血浸透了她的衣服，也染红了台阶，而且还有更多的血液正继续沿着台阶向下流淌而去。更令我浑身发抖的是，那手机铃声依旧在继续响着，而发出声响的手机此刻正被台阶上的无头女尸紧紧地握在手中。这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楼梯间里的无头女尸是谁？她为何会死在这里？是谁杀了她？更匪夷所思的是，那部曾向我打开锁求助电话的手机为何会在这具女尸的手中？莫非之前给我打电话求助开锁的其实是这具无头女尸？这怎么可能？还是说，死在楼梯间的这个女人才是1404号房真正的业主？那么刚刚已经进入1404号房的那个女人又是谁？一时间各种疑问纷纷涌上心头。这一刻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我只想赶紧离开这里。我慌乱的同时按下了2部电梯，我死死地盯着电梯指示牌上的数字。2部电梯正在快速上行，眼下我是不敢去走楼梯的，因为凶手很有可能依旧藏在楼梯间里的某个地方。电梯里肯定要安全一些，因为电梯里有监控，凶手应该不敢藏在电梯里。在我等电梯的同时，我报了警。我在电话里大致跟警察描述了当下所发生的一切。警察说他们会尽快赶到，并让我保护好自身安全。挂断了电话，我心里忽然涌起了一丝不安。
因为我意识到我可能已经卷入了一场不小的麻烦之中。按照我之前的推测，如果死在楼梯间里的那具白衣女尸才是1404号房的真正业主，那么已经进入1404号房的那个女人就是假冒业主。也就是说，之前她向我提供的身份证明以及房屋所属关系的证明可能都是假的。她的目的是要冒充业主，然后借我的手开锁进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的麻烦就大了，等于是我替贼人打开了业主的门。更关键的是，真正的业主已经死了，而且就死在自家门前的楼梯间里。而业主的手机上还有他跟我的通话记录。即便我今天能逃过一劫，之后也可能会被相关部门没收营业执照，甚至可能会被牵涉进这起凶杀案当中，无法脱身。然而就在此时，我遇到了一件更加可怕的事情，2部电梯迟迟没有上来。最关键的是，眼前2部电梯指示牌上显示的数字都是13。我在14层，可2部电梯居然同时停在了楼下的13层，而且电梯好像根本就没有要上来的意思。我依稀听到楼下的电梯门发出了滴滴滴的声音，显然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电梯门关闭，所以电梯才一直停在楼下没动。2部电梯的门被同时挡住，这绝对不是巧合，目的很明显，有人不想让我乘电梯离开，对方是在逼我走楼梯。可走楼梯可能会直接跟藏在暗处的凶手撞个正着。就在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身旁再次传来一声响动。我扭头看过去，是1404号房的房门被缓缓推开了，门只开了一条缝便停下了，可从门缝里看进去，却并没有看到之前那个女人。就在这时，我看到从门缝的底部突然伸出了一条满是鲜血的手臂，手臂搭在门槛上，还在微微地颤动着。突然，我看到那只血手慢慢伸出了一根手指，指尖正好指向了我。紧接着，我看到刚刚进入1404号房的那个女人的头贴着地面，慢慢从门缝里探了出来。女人的半边脸贴在地上，头发盖住了半只眼睛。她口吐鲜血，正在竭力往门外爬，可才爬到一半，身子突然颤抖了2下，不再动了。她死了。进入1404号房的那个女人居然也遇害了，关键是她还是在屋子里遇害的。这一刻，我彻底绷不住了，我一头冲进了楼梯间。我已经顾不上凶手到底会藏在什么地方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这里。我越过台阶上的尸体，踩着血直冲向楼下。由于地上太黏太滑，我甚至还摔了一跤。我爬起来继续往楼下跑。我没有勇气去查看停在13楼的电梯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决定直接沿着楼梯一口气跑到底。楼梯间里回荡着我急促的脚步声，沿途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真的有人突然出现，不管是谁，我都会一脚踹上去。我仅用了1分钟便来到了楼下。幸运的是，一路上我什么人都没有碰到，我居然活着走出了大楼。尽管我满身血迹，狼狈不堪，但我终究是活了下来。很快我就听到了警笛声，接着好几辆警车开进了菊园小区。这一刻，我终于长吁了一口气。我知道我已经安全了，但接下来我知道我的麻烦也会接踵而至。眼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我得想法子把自己从这起事件中剥离出去，因为我要保住我这份高薪铁饭碗。很快我便与警察碰了头。首先来的是民警，在勘察现场时发现涉及多人命案，案件很快就转交给了刑警。民警们忙着在楼层间和小区里拉起了警戒线。没过一会儿，又驶入了几辆警车，是刑警到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警车和警察，
如此大的动静，自然免不了吵醒了一些住户。我看到周围几栋楼的很多楼层都相继亮起了灯，依稀看到有不少人都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向楼下张望着。我作为报案人和现场唯一的目击者，自然是要跟警察回去配合调查的。等我来到警局时，已经快凌晨4点了。询问室里对我做笔录的一开始是2名年轻的刑警，他们问了我的个人信息和职业，以及当时整个事情的详细经过。他们问得很详细，我都一一做出了回复。我能感觉出来，他们是打算从我身上找到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大约半个小时后，一名留着络腮胡的中年刑警进入了询问室。我之前在现场见过他，他姓蔡，我听他们都称呼他为蔡队，是刑警队的队长。蔡队进来后，直接从桌子上拿起笔录看了起来，接着他又拿起我的身份证，问了我第一个问题：你叫王波，是个开锁匠？我连连点头，是的，桌子上有我的开锁营业执照和公安备案证明。蔡队再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说：你的身份证快要过期了。我听后一愣，赶紧说：是的，还有2个月过期，正准备抽个时间去办一张新的。蔡队放下身份证，问我：如你所说，你是接到了开锁求助电话，然后才去的菊园小区4号楼14楼？是的，开锁之前，我有按照规定核实客户的身份证明，以及客户跟房屋的所属关系的。说着，我指了指桌子上的开锁登记表。然后我不安地问：警察同志，2名女死者的身份都确认了吗？听了我的话，面前的3名警察都不说话了，他们同时将目光投向了我。过了好久，蔡队提了句：2名女死者，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赶紧解释，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哪个才是1404号房真正的业主，我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给人开错锁。不好意思，暂时还不方便透露。蔡队只用这么一句冷冷的话回复了我，然后他继续盯着我问：以你的专业角度看，1404号房的门锁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打不开？我故作镇定地说：锁芯老化所致，您也知道，一把锁是有使用寿命的，年代久了，锁芯就会老化，出故障的概率就会增加。蔡队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锁芯。这个锁芯是从你的工具包里找到的，经过核实，就是你从1404号房门锁上换下来的那个旧锁芯。经过技术部门的同时鉴定，这个锁芯还是好的。听完，我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旧锁吗？偶尔会出现锁芯卡住的情况，即便还没有彻底坏掉，我们也会建议客户换一个新的，一来避免再次发生故障，二来我也可以赚一下换锁的钱嘛。是吗？蔡队再次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认识这个吗？这是我们在现场捡到的。当我看到蔡队手里的东西之后，我一下子感到了一股莫名的紧张。那是半截牙签。我立刻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不等我说话，蔡队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部手机。算了，不跟你绕圈子了，你再看看这个。蔡队说完，将手机放到了我的面前。手机屏幕上正在播放一段视频，视频里播放的是一个身穿开锁工作服的人蹲在一扇门前，偷偷摸摸将什么东西插进锁孔里。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门上方的门牌号显示的数字是1404。最关键的是，工作服的后背上还印着4个大字：老王开锁。居然有人拍下了我事先在客户门锁上做手脚的画面。最诡异的是，视频的画面呈现出一种略带扭曲的放大全景图像，很明显，那是透过房门上的猫眼拍摄的。从拍摄角度来看，只有可能是通过1404号房对面的1403号房的猫眼拍摄的。也就是说，白天我在1404号房的门锁上做手脚的时候，正好被对面的1403号房的业主通过猫眼拍下了视频。
此时此刻，我忽然有了一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咽了口唾沫，问蔡队：“这个视频你们是从哪里搞来的？”菊园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里，某位住户2小时前发在群里的。蔡队虽没有跟我明说视频的来源是谁，但我能想到的只有可能是1403号房的住户。蔡队还告诉我，除了这个视频之外，业主群里还有我在其他楼层的门锁上做手脚的画面。业主群里早已炸开了锅，并且这些视频已经被很多业主转发到了各大视频平台。结合菊园小区4号楼、14楼发生命案的消息，现在已经快成为热门新闻了。我听后心中惊叹，热门？这么快？蔡队拿走了手机，盯着我质问。所以是你事先故意破坏业主的门锁，然后再上门给人开锁换锁，这是你苦心经营的一门生意。蔡队一边说，一边把其他的视频都放给我看。我被问得哑口无言。蔡队继续说，就在刚刚，警方已经接到了好几通举报电话，有多名业主举报曾让你帮他们开过门锁，他们现在怀疑自家的门锁都是被你事先做了手脚。我依旧没有出声，我还在脑子里快速回放着那些视频。忽然我发现视频里有一个细节被他们忽略了。我赶紧坐直了身子，然后对面前的3名警察说：“警察同志，你们可能搞错了，视频里拍到的那个人不是我。有视频为证，你还想抵赖？你身上的这身衣服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这身衣服谁都可以有的，叫老王的开锁匠也不止我一个，毕竟视频并没有拍到脸。”我顿了顿，继续说：“关键是我有证据证明视频里的人不是我。”接着我说出了下面这段话：“警察同志，视频中那个人的后脑勺右下角靠耳后根的位置有一条很细小的伤疤，伤疤处是没有头发的。你们把视频放大了仔细看，应该是可以看清的，可我的后脑勺上并没有伤疤。”听我说完，蔡队和另外2名刑警的脸色立刻就变了。蔡队赶紧再次打开那些视频，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他又走过来对着我的后脑勺进行比对。比对完之后，蔡队彻底不说话了，他用一种捉摸不透的眼神死死盯着我。我立刻感受到了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显然我提出的证据奏效了，视频中被拍到的那个人大概率不是我。眼见从我的身上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突破口，蔡队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询问室。蔡队应该会马上切换思路，从别的方面去查。毕竟我只是个开锁匠，警察最多只能怀疑我故意破坏住户的门锁。至于案件本身，他们也不能硬说跟我有关。蔡队目前所面临的难题还有很多，比如2名死者的身份确认，无头尸的头去哪了，凶手的作案手法和藏匿地点，那个拍下视频的人是否知道更多与本案有关的线索。以上无论哪一点，都比我这个开锁匠更值得去关注。蔡队走了之后，我马上被告知暂时还不能离开警局。他们说本案案情复杂，社会影响极大，需要我留下，方便协助他们调查。按常理，我作为报案人和目击者，他们目前对我最多也只能算传唤问话。按照规定，最多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于是我点点头，说了一个好字。虽说是协助调查，但我就算是去上厕所，也会有专门的人员全程陪同。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警局的走道里碰见了其中1名死者的2位家属，家属由专门的警员陪着。那是一个老太太和1名8、9岁的小女孩。老太太在抹眼泪，小女孩则趴在老太太的怀里在哭。外婆，我妈妈真的死了吗？外婆，我绘画比赛得了第1名，奖状今天发下来了，可妈妈还没来得及看呢。别哭，孩子，别哭。通过婆孙俩的对话，大致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死在1404号房的那个女人是这老太太的女儿，是小女孩的妈妈。同时也证实了另外一点，死在1404号的女人
确实是1404号房的业主。也就是说，我没有开错锁。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我，准确地说，她是认出了我这身衣服。看来她也看过那些视频了。你就是那个开锁匠，我女儿肯定是被你害死的。老太太冲我破口大骂，还要伸手来打我。幸亏被一旁的警员给拉住了。我没跟老太太做任何解释，我也不会怪她。毕竟在家属的眼里，我是一个曾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无良开锁匠。我还满身血迹地站在遇难者家属面前，也难怪家属会这样看我。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跟身旁的警员诉苦，闹出的动静很快引来了更多人，其中就包括刚刚从外面回来的蔡队，还有蔡队的某位上级领导。众人纷纷上前安慰老人，然后我就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赵局，你可得给我女儿做主啊！请老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还你女儿一个公道。老太太抹掉了脸上的泪痕，然后紧紧握着这位赵局的手继续说：我女儿的屋里安装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监控，只要看了监控，就一定能知道凶手是谁。老太太说这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看我，接着她又哽咽着继续说：只不过屋里的监控设置了密码，密码只有我女儿知道，现在我女儿没了，只有麻烦你们安排技术人员去想办法了。一旁的蔡队听后，立刻带着几个人就出去了，而我也被再次带到了询问室里。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期间，我被不同的警员们轮番问着前面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大都是关于现场的一些细节。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好，他们一遍遍地问，我便一遍遍地说。直到中午的时候，我和蔡队再次见了面。蔡队是气冲冲地闯进询问室的，他直接走到我的跟前，一双充满怒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我。我紧张地站起身来，不等蔡队说话，我先开了口：那个老太太说的监控你们破解了吗？凶手确认是谁了吗？没想到蔡队直接忽略了我的问题。还记得今天凌晨我在这里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吗？现在我再问你一遍，你叫王波，是个开锁匠？我点点头，是的。我给出的回复跟之前一样。放屁，你小子还想诓我？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死在楼梯间里的无头尸才是真正的开锁匠王波。我当即反问，无头尸明明是一具女尸啊！你少跟我装蒜，无头尸只不过是穿了一身女人的衣服，你我早都知道那是具男尸，只不过他被割去了头颅，确认其身份花了我们不少功夫。你假扮开锁匠王波，目的何在？我摊了摊手，没再说话。案发到现在都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他们直到现在才确认无头尸的身份，识破我的身份，也真是够慢的了。我早就听闻蔡队脾气挺大，能力一般，现在看来果真人如其名，确实够菜的。蔡队一拍桌子，继续问我，真正的王波还有1404号房的女住户到底是怎么死的？我长吁了一口气，然后坐了下来。我再次问了刚刚被蔡队忽略掉的那个问题：1404号房里的监控，你们破解了吗？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我笑了笑，说，只要你们破解了1404号房的监控，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蔡队气得直吹胡子瞪眼。看样子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破解监控密码。好，你小子等着。蔡队扔下一句狠话，摔门而去。我在心里暗自回复，好，我等。下午6点多的时候，蔡队再次进入了询问室。蔡队的脸色明显比上午要好看了许多，看样子大概会有好消息传来。果真如我所料，他们破解了监控密码。他们看到了1404号房的女住户死亡的过程。蔡队一脸凝重地问我，你跟凶手是什么关系？我同样凝重地反问他。
凶手作案动机是什么？蔡队略微摇头。动机先不谈，我只想知道凶手是谁。我垂头苦笑。不谈动机，那我还跟你废什么话？我和蔡队面面相觑，这是我第一次正面直视他的眼睛。好吧，你要如何才愿意说出案情的真相？我的目光从蔡队身上转移到了询问室里的摄像头上。第一，我希望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你们会向社会公布本案的详细内容，包括凶手的作案动机。第二，我希望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你们能把被害人家里的监控录像全部整理成证据移交给检察院。我还特意强调了一句，我指的是全部录像。我之所以要看着摄像头，因为我是说给询问室之外的人听的。蔡队并没有立即答复，他显然有些为难。我继续说，我有案发现场的录音，如果你们做不到，庭审的时候我会当众交出录音，到时候你们会很被动。蔡队听后眉头一紧，然后以需要请示上级为由离开了。等蔡队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上级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得到这个答复之后，我平复了一下情绪，然后向警方讲述了案情的真相。现在我承认，我就是本案的凶手。我杀了人，而且杀了2个，一个是1404号房的业主郑兰，另一个是开锁匠王波。在交代整个事情的经过之前，先听听我的故事吧。以下内容是我的自述。我叫张俊，从小父母双亡，是由我姐一手把我带大。从父母去世的那天起，我姐的脑子里就刻下了4个字：长姐如母。我一出生就患有某种先天性疾病，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大概率活不长久。可我姐从未放弃，这么些年不仅到处打零工维持生计，还要一边供我读书，一边四处求医，给我治病买药。结果钱花了不少，我的病却从不见好。为了给我姐减轻负担，高中毕业后，我在本地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虽不高，却够自己看病买药和补贴家用。后来我姐也终于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小慧。正以为日子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时候，姐夫却在2个月前因病去世，家里突然失去了顶梁柱，我姐不得不重新扛起了所有。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我被医院告知，最多活不过半年。我姐本就命苦，常年打工积劳成疾，心脏一直不太好，如今还有小慧要照顾。为了不再拖累我姐，我隐瞒了病情，放弃了用药，并于1个月前找了个合理的理由搬出了我姐家。我本想就这么安安静静地离去，却怎么也没料到我姐竟然会先我一步离开了人世。姐夫去世之后，我姐靠给人做保姆维持生计。2个月前，我姐来到了菊园小区4号楼1404号房的住户家里做保姆。这一家的住户是一位单身母亲，也就是本案的其中一名死者郑兰。郑兰也有一个女儿，今年8岁，跟我姐的女儿小慧不仅同岁，还是同班同学。因为这一层关系，郑兰一开始对我姐很好，还经常邀请小慧去家里玩。直到1个月前，学校举办了一场水彩画作品比赛。比赛规则是，所有人都可以提交作品参加比赛，由全校师生投票进行评比。获得第1名的作品有资格代表学校参加市里的比赛。郑兰的女儿跟我姐的女儿小慧都是参赛选手，而且2人的作品成绩分别排在第1和第2的位置。重点是排在第1的是我姐的女儿小慧。郑兰是个比较要强而且好面子的女人，她曾私下不止1次找过我姐，希望我姐能劝说小慧放弃比赛。这样一来，她的女儿不仅能获得第1名，而且还能代表学校去参加市里的比赛。郑兰提出以一定的财物作为对小慧的补偿，甚至请求我姐一定要让小慧是自愿退赛。可结果是，我姐几次都拒绝了。从那以后，
郑兰跟我姐彻底决裂了。她不仅辞退了我姐，甚至还向家政公司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投诉我姐。我姐离开郑兰家之后，本来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半个月前，警察去学校找小慧谈了一次话。起因是郑兰向警方报警，声称家里的一条金项链不见了。郑兰怀疑是小慧去她家里玩的那次偷了的。面对警方的问话，小慧矢口否认。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小慧是否有偷盗行为，但小慧被警方问话这件事很快就被传开了。再加上郑兰的女儿四处煽风点火，散播谣言，小慧在被警方定罪之前，却已经先被学校定了罪。几天后，学校为了避免形象受损，随便找了个理由，取消了水彩画比赛中小慧的参赛资格。至此，郑兰的女儿便顺理成章成了第1名。我姐在听说了郑兰举报小慧偷东西之后，心脏病都气得发作了。她绝不相信小慧会偷郑兰家的东西。我姐在郑兰家里干了将近2个月的保姆，她知道郑兰家里是装有监控的，只要警察调取监控，就一定能还小慧的清白。于是我姐找到警方，请求警方调取郑兰家里的监控。可结果是，郑兰告诉警方，她家里的监控坏了。不仅如此，郑兰还做起了好人。她跟警方说，她丢失的只不过是一条不怎么值钱的项链，不管是谁偷的，她都不打算追究了。听了这话，我姐哪里甘心？小慧被无缘无故地戴上了疑似小偷的帽子，她誓死也要帮小慧讨回公道。我姐根本就不相信郑兰的话，她再次请求警方调取郑兰家里的监控，结果却被警方以各种理由直接拒绝了。哪怕是去检查一下监控是好是坏都没有，查都不查，怎么就能确定郑兰说的是真话呢？我姐依旧不甘心，之后又3番5次去警局，可依旧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我姐才知道，原来是郑兰搬出了自己的母亲。郑兰的母亲退休前曾是警局的某位重要领导，这位老人只需3言2语便能让此事拖上一拖。一旦拖得久了，即便监控里真的有能够还小慧清白的证据，那证据也一定会因各种原因不复存在的。到那时，小慧究竟有没有偷东西这件事，也就永远也说不清楚了。小慧自从被警方问话之后，各种流言蜚语四处疯传。从那天起，没人再和小慧做朋友，小慧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我姐实在不忍心看着小慧被人误解，之后又去了郑兰家里。她甚至给郑兰下跪，求她说出事情的真相。结果郑兰不仅指着我姐的鼻子骂，还拍下了我姐下跪的视频。郑兰将视频剪辑后，再配上与事实不符的文字，然后发到社交平台以及学校的班级群里。一切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我姐回家后越想越气，心脏病再次发作。在她晕厥过去之前，她拨打了120，并给我打了电话。这是我姐第一次因小慧的事给我打电话。在这之前，她怕我担心，小慧的事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和120的医护人员几乎是同时赶到家门口的，可就在我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钥匙明明能插进锁孔里，可就是拧不动。我急得满头大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门打不开了？我由于担心姐姐安危太着急，钥匙直接被我拧断在了锁孔里。这时身旁的一位医护人员提醒我赶快叫开锁师傅。正好我看到门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开锁换锁的小卡片，我赶紧按照卡片上的电话拨打了开锁求助电话。当时来给我开锁的是一个穿着印有老王开锁4个大字的工作服的开锁匠，他花了10分钟才将门打开。可等医护人员进屋查看的时候，我姐已经不行了。虽然医护人员竭力抢救，可我姐最终并没有被抢救过来。后来医生告诉我，如果他们能早10分钟开始抢救，我姐是可以被救活的。当时的我
满脑子都是姐姐离开时的模样。我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姐姐死了，我也即将不久于人世，小慧怎么办？当时的我根本来不及去想门为什么会打不开，根本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在门边的墙壁上正巧有一张开锁换锁的小卡片，根本来不及去想为什么整个楼层刚好就这一张开锁换锁的卡片，根本来不及去想开锁师傅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把门打开，更加来不及去想当初换下来的旧锁芯里为何会掉落出半截牙签。我姐死后，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小慧说，可小慧终究还是知道了这个噩耗。医院的停尸间里，当小慧看到她妈妈的尸体后，她哭着跟我说：“舅舅，我妈妈真的死了吗？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被学校取消了水彩画比赛的参赛资格，我还没敢跟妈妈说。妈妈知道了，一定会更加伤心难过的。我知道妈妈很辛苦很累，我没敢告诉她。我把小慧抱在怀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能任由小慧哭着，自己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我姐死后，小慧眼角的泪痕再也没有干过，就连晚上睡觉，我都会听到她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学校里，她还要面对同学们躲在背后的各种指指点点，小偷的污名，她恐怕要背一辈子。小慧连学校也不想去了，她变得消沉，变得自卑。最重要的是，小慧没有了可以替她遮风挡雨的妈妈。我很想跟小慧说还有我在，可我却没法说出口。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我连个希望都给不了她。办完姐姐的后事之后，我开始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儿童福利机构。在我死之前，我必须先把小慧安顿好。可我怎么也没想到，1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小慧趁我外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关好家里的门窗，然后打开了煤气阀。当我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没了。我只在桌子上看到了一幅皱皱巴巴的水彩画，那是小慧的参赛作品。在画的一角，工工整整地写着2行文字：我真的没有偷东西，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我呢？我好累，我好想妈妈，我好想去见妈妈。这一刻，我的世界彻底变得黑暗了，我仿佛置身一口枯井当中，看不到一丝光亮。短短1个月之内，我在这世上仅剩的2个亲人都被同一个人给逼死了。我若不能给我姐和小慧报仇，若不能替小慧讨回清白，我死不瞑目。我没打算直接去找警方。第一，我姐死于心脏病，小慧死于煤气自杀，跟郑兰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唯一能替小慧讨回清白的一种可能，就是查看郑兰家里的监控。以上2点，直接找警方肯定是行不通的。就凭郑兰有她母亲这层关系在，我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怎能得到公平对待？我早已认清了事实。社会底层的人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更何谈去伸张正义？当蝼蚁站在巨擘的对立面时，又怎么可能得到公平对待？当公平这杆秤变得倾斜，我唯有用人命当作砝码。小慧死后，我开始暗中跟踪郑兰。我发现他家对面的1403号房没有人住，为了方便行动，我租下了那间房，并且还加入了菊园小区的业主微信群。通过几天的明察暗访，我逐渐摸清楚了郑兰的作息规律。昨天郑兰需要在工作单位值夜班，于是前一天晚上，她就将女儿送到了孩子外婆家里。昨天郑兰去上班之后，我一直守在她家对面的屋里。我打算在郑兰下夜班回家的时候动手，可是中午的时候，我透过猫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郑兰的家门口，是那个穿着印有老王开锁4个大字的工作服的开锁匠。我姐去世的那天，就是他来帮我开的锁。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他来这里的目的，因为我并没有听到这层楼有人打开锁求助电话。直到我看到他蹲在1404号房的门前，
偷偷摸摸将一根牙签插进了锁孔里。这一刻，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我赶紧用手机透过猫眼拍下了他的所作所为。只见他在门锁上做完手脚之后，又把一张开锁换锁的小卡片贴在了门边的墙上。卡片粘贴的位置几乎跟那天我在我姐房门前看到的一样。接着他还用铲刀去除了楼道里的其他开锁小广告。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悄然离开。他并没有进电梯，而是沿着楼梯向下。我轻轻打开房门，然后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我发现他来到了12楼，然后选定一家住户的门锁，又做起了同样的手脚。接着是10楼、8楼、6楼、4楼、2楼。我发现他是隔层选目标，一层只选一个目标。我每次都躲在楼梯口的门洞里，用手机悄悄拍下了他的作案过程。之后我看到他走出了这栋楼，然后又去了旁边的下一栋楼。昨天下午，菊园小区4号楼，仅我知道的就有3家住户拨打了开锁求助电话，而每次来的开锁匠都是这个老王开锁。他每次给人开锁似乎都有意掐准了时间，不多不少，10分钟刚刚好。这个老王开锁就是在故意破坏住户的门锁，然后赚取开锁换锁费。回想起我姐去世那天房门打不开的情形，一切已经明了，全是拜这人所赐。这一刻我全身都在发抖。要不是他故意破坏我姐家的门锁，我姐也不至于延误病情而死。本来我只想对付郑兰一个人，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开锁匠。2个害死我姐的恶人，机缘巧合之下凑到了一块儿，算是老天有眼，让我可以做一个更恶的人。正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下午我去理发店剪了头发，剪成了跟老王开锁一样的发型。凌晨快2点的时候，郑兰下夜班回来了。在她回来之前，我穿上了我姐生前的衣服，那是一条白色的长裙，然后戴上假发，提前躲在了楼梯间里。郑兰回到家门口后，发现房门打不开，然后就拨打了开锁求助电话。在等待期间，她开始在楼道里来回走动，打发时间。就在她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一身白衣，长发遮脸地出现在了楼梯口门洞里。郑兰吓得浑身一颤，连手机都掉落到了楼梯间里。她顾不上捡回手机，快速跑回门口，再次尝试用钥匙打开房门。结果她不仅没能打开房门，反而还将钥匙断在了锁孔里。这情形就跟当初我急于打开我姐的门一样。她吓得蹲到了角落里，而我也并没有展开进一步行动，因为我还要等那个开锁匠。几分钟后，电梯门再次打开，是老王开锁来了。我并没有让他看到我，我得先让他给郑兰开门。开锁匠开始不慌不忙地给郑兰开锁。当郑兰问他需要多久能开门时，他说的是10分钟。同样的说辞，同样的套路，而我全身都在颤抖。又是10分钟。我想起我姐死的那天医生跟我说的话，我姐要是能早10分钟开始抢救，她是能活下来的。开锁匠给郑兰换完锁芯之后，被郑兰告知楼梯间有个白色的人影。当开锁匠第一次到楼梯间查看的时候，我并没有让他发现我。此时的郑兰已经慌慌张张进入屋内，关好房门，以至于连新钥匙都没来得及拿。开锁匠为了把新钥匙交给郑兰，开始不停地敲她房门。见没有人回应，开锁匠不得不给郑兰打了电话。郑兰的手机先前就已经掉落到了楼梯间里，手机铃声随即在开锁匠身后响起。开锁匠只好第2次来到了楼梯口查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躲在门洞里的我偷袭了开锁匠。我用匕首直接割开了他的喉咙，开锁匠当场毙命。然后我快速来到了1404号房门前，我用从开锁匠身上找到的新锁钥匙打开了房门，进入了屋内。郑兰早已吓得蜷缩在墙角。
我故意以一种扭曲狰狞的形态向郑兰逼近。当他看到我这身装扮的时候，以为是我姐的魂魄找他索命，他吓得语无伦次，不断向我求饶。在他的心理防线被彻底攻陷之后，我沙哑着嗓子质问起他污蔑小慧偷东西一事。此时的郑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跋扈，他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地说出了实情。所谓项链被偷，不过是他污蔑小慧的一个借口，目的是让学校取消小慧的比赛资格，从而让自己的女儿成为第1名。就为了一个比赛名次，他不惜毁人清白，还逼死了2条人命。此时的他居然还有脸求我饶命，他这条命我如何能饶？郑兰在被我袭击之后，拖着笨重的身躯，挣扎着爬到门前，打开了一条门缝。他刚把一只手和头伸出门外，人就断了气，刚好形成一幅他在屋里遇袭之后挣扎逃跑的景象。接着我来到楼梯间，我从开锁匠身上找到了他的身份证，原来他叫王波，而且年龄还跟我相仿，我们有相似的发型，只不过他的后脑勺有道不起眼的伤疤，我没有。王波的身份证还是10年前办理的，单从身份证上的头像来看，跟我的样貌倒是有几分相似。我脱掉了开锁匠身上的工作服，然后跟我身上的衣服对调。为了拖延他被警察确认身份的时间，我割断了他的头颅，用塑料口袋装好，藏在了某个警察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我还把郑兰的手机放在了他的手中。从那一刻起，我把自己变成了开锁匠王波，而真正的开锁匠王波则被我变成了楼梯间里的无头女尸。接着我以王波的身份报了警。为了给我这身工作服上的血迹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我不得不伪装成是在冲下楼梯逃命时不小心摔倒染上的。为了让整个过程听起来更合理，我向警方编造了后面的故事，并配合警方演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这样一个既合理又能让警方无法忽略的身份来执行我之后的计划。我知道假冒身份肯定会被识破，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让身份被警方识破。案件越离奇，我的嫌疑越大，就越能制造新闻话题，我也越能引起警方的重视，从而在被询问时能尽可能掌握话语权。在报警的同时，我还把我白天拍到的有关王波在住户门锁上做手脚的视频发到了菊园小区的业主群里以及一些视频平台。我做这么多理由如下：第一，我首先要向世人揭露这样一个无良开锁匠的存在。第二，我要用这些视频让以开锁匠身份示人的我引起社会公愤，变成警方的怀疑目标，从而让我能够参与到整个案件中来。第三，如果这些视频再结合菊园小区发生命案的消息，能够成为热点新闻，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势必会给警方施压，那么案情的透明度就有了一定的保证。第四，我故意将命案现场选在郑兰的家里，无论是警方还是郑兰的家属，都势必会通过屋内的监控来了解案件真相，而我正好需要警方提供技术去破解监控。第五，警方只要破解了监控，郑兰亲口承认污蔑小慧的事实就能公诸于世，从以往的监控里可能还能找到更多郑兰污蔑小慧的直接证据。第六，我还做了最坏的打算，案发时张兰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用录音笔录了下来，因为我不知道警方最终是否会因为顾及某些人的脸面而将郑兰污蔑小慧这件与本案关联不大的事情给隐瞒过去。我姐在死之前一直未能给小慧讨回清白，只有我知道她活得有多苦。小慧每天都要顶着小偷这顶帽子，遭人指点受尽白眼，只有我知道她活得有多累。正如我之前所说，社会底层的人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更何况要去伸张正义。当蝼蚁站在巨擘的对立面时，又怎么可能得到公平对待？当公平这杆秤变得倾斜，我唯有用人命当作砝码。
所以我杀了人。以上便是所有事情的真相。听完我的叙述，蔡队彻底沉默了，他愤然离开了询问室。至于案情结果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一切就交给询问室外面的那些人吧。好在并未让我等太久，一切就已尘埃落定。案子在被审核无误的2天后，基于本案的社会关注度，警方兑现了当初对我的承诺。案情通报中，他们向社会公布了本案的详细内容，包括我的作案动机，包括恢复小慧的清白。后来我才知道，小慧能这么快恢复清白，其中也有蔡队的帮忙。是蔡队督促他技术部门的同事，尽最大可能地恢复了被郑兰生前删除的部分视频。那些视频里有郑兰污蔑小慧的直接证据，也是他向上级据理力争，才使得小慧的事能尽快提上日程。蔡队虽然菜，但我一直都知道他是个好人。从案子移交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开庭，需要3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我恢复了用药。无论如何，我也要苟延残喘到开庭的那一天。3个月后，案子如期开庭。我拒绝了法律援助，认下了所有的罪行。经过2次庭审，最终法院当庭作出了宣判。毫无悬念，我被判处了死刑。我放弃了申诉的权利，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我终究是给我姐和小慧报了仇，我终究是给小慧讨回了清白，我总算死得其所。法官对我宣判之后，在提到小慧被污蔑成小偷却又申诉无门这件事的时候，他特意当着旁听席众多媒体的面，代表相关部门向我姐以及小慧表达了歉意，并说出了那句名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我听后心里五味杂陈，在我看来，那更像是一句遮羞词。我姐和小慧活着的时候，正义去哪儿了？我很想说，迟到的正义是过期的正义，是失效的正义，就像发霉长毛的面包，就像过期腐烂的罐头，虽然不一定能吃死人，但是怪恶心人。我很想反驳法官说出的那句名言，但我终究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世界还需要那道光。我接受了道歉。这一刻，我仿佛看到旁听席的角落里站着一个瘦弱渺小、热泪盈眶的小姑娘，她手里高高举着一幅皱皱巴巴的水彩画，画中画的是在一间昏暗破旧的小木屋里，一束光透光门缝斜射到地上，墙角生出了一棵瘦弱的小草，小草歪歪斜斜，把头伸向远方，朝着光的方向。至少在画里有一束光，很亮。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